自從我 MCLR 搬到台灣以來，我對這塊土地的想象和濾鏡就在不斷的被打破。在來之前，透過各種線上追蹤，我以為台灣早就進步成柯文哲口中的一黨專政體制了。來了以後才發現，大街上居然還有那麼多不同政黨的政治看板和不同政黨的候選人排排坐。走進 7-Eleven 翻報紙，也沒有我想象中的那種專政後整齊劃一的和諧，是罵完這個黨罵那個黨，罵完那個黨再接着罵下一個。雖然偶爾也能從幾篇誇讚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的文章中找到一些安慰，但這個景象不得不讓人懷疑，到底是柯 P 不懂什麼叫一黨專政，還是說我 MCLR 的中文水準已經退步到這種無可救藥的地步了？Hello， 大家好，在下 MCLR， 好久不 motherfucking 見，別來我 motherfucking 樣。我最近走到了一個人生分岔路口，本來想回中國，但又覺得自己已經過了可以肆無忌憚的吃老鼠肉、喝假啤酒的年紀。但如果不回去，那我這種精通全球最難語言的頂尖人才，到底該去哪兒繼續發光發熱，為人民服務呢？台灣。結果我剛來不到2個月，就看到立法院亂套了。中國籍可以當台灣的立委，這是你們民眾黨推出來的，他是厚臉皮的政黨，他是中國人口怎麼可以當立委？他是中華民國籍啦。果然，台灣也是嚴重缺乏像 MCLR 這種理性、中立又絕對客觀的聲音，所以歡迎大家收看在台灣的首期 LR TV。Now's the time to fight on, 'cause MCLR's in Taiwan。最近有一位民眾黨不分區立委李珍秀，他的爭議值得我們的高度關注。李珍秀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籍配偶擔任不分區立法委員，因為他至今仍沒有提出放棄中國籍的證明，遭質疑違反公職人員不得擁有雙重國籍的規定。本地人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他到底有沒有依法放棄中國國籍？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任何事情一旦進入民主制度的流程，就變得 very 複雜。幸運的是，民眾黨的現任靈魂人物黃國昌已經搶先一步，幫助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迅速簡化了這個複雜問題。我們就依法論法，在目前中華民國的憲政秩序下面，在法律上，我們根本就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想這是在法律上面，中華民國憲法目前所規範的憲政架構。說實話 ，MCLR 聽到這句話的第一反應是：啊？難道台灣法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存在嗎？難道新疆的那些在教育營居然是從台灣開過去的英文補習班嗎？但你細品一下就會發現，這個邏輯其實就跟我們中國死也不承認台灣主權是同一個道理。Right？只要我們堅決否認，終有一天我們可以靠強大的意志力來改變現實。用更時髦一點的話來說，就是 manifestation。雖然我覺得玩顯化也無可厚非，但是這樣的言論其實還是有一些危險的，因為不承認大陸主權，四捨五入就在說中國大陸人也得依照中華民國憲法來生活了。我簡直不敢想象那個畫面。要是14億人真的擁有了中華民國給予的權利，生活會變得多麼混亂。老百姓可以隨便看黃片，同性戀可以合法結婚，還有各種極端思想無孔不入。這樣下去，以後女人都不會發着高燒扶牆起來給老公孩子做飯了。哇！如果下次還有疫情爆發，全球竟然都能第一時間知道源頭，這難道不嚇人嗎？你們千萬不要低估知道真相帶來的心理壓力。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心理諮商服務現在這麼發達的原因。本來可以當個對什麼都不聞不問、無憂無慮的牛馬，結果突然間你就得開始焦慮你的洗碗水裡有沒有變糞，反反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是不是因為空氣污染嚴重，甚至還要額外操心政府把你的稅金都花哪兒了。Jesus Christ, I'm getting scared even thinking about it. 作為一個被派遣到牆外這麼多年的特工，我親自體驗過這種被真相折磨的痛苦。相信我，與其天天擔心這些，還不如安安心心的當一輩子的鴕鳥。繞了一點彎路。Alright， 我們話說回這一次事件的主人公李小姐。OK， 我還是想替她說幾句公道話。她的說法是自己在主觀上認為已取得合法身份，因此沒有犯意。
我對他這種心理真的強烈共鳴。我當年在亞特蘭大讀書時，為了深入了解被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人民，我走進了當地一家非常有名的 strip club， 並認識了一位對我極度熱情的女性勞動者，她叫 Destiny。我們在身體和靈魂層面都進行了非常深入且真誠的交流和碰撞，直到事後她向我索要45美元，我才突然意識到她的職業性質。於是我在法庭上據理力爭。Your Honor， 我以為我們雙方都是自願進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討，因此我在主觀上並沒有嫖娼的意圖。很遺憾，法官並沒有接受我這一套完美的邏輯，還是判定我必須得給他支付費用。我直到現在都還在懷疑，那個法官絕對是被 CIA 收買了。所以，當我看到李珍秀的辯論和處境時，我是完全能感同身受的。很多時候，人對現實的理解過於理想化，就像李珍秀主觀以為自己不用放棄國籍就能當立委，而我主觀以為 Destiny 是真的愛上了我深入的經濟學見解。除此之外，李小姐最近還因為另一個主觀誤會被全網出征，甚至被媒體追着要求道歉，因為她在一場爭論中稱呼另外一個政治人物鍾小平為狗。立政委員會等待上台質詢李珍秀跟陳昭姿閒聊，卻蹦出這句：我都說他是狗，他就是這個不是可以打。不過眼前滿滿攝影機，李珍秀國會殿堂上突然罵人，針對的就是國民黨市議員鍾小平。對此，我真的不得不說兩句，你們難道真的不懂這背後的含義嗎？在我眼裡 ，dog 可是最高級別的尊稱。當你在街上碰到你最好的兄弟，你難道不來一句 What's up, dog? Wanna go to the gym? Listen to The East Is Red together? 這代表着你們之間親密無間，代表着你是我的 homie。李珍秀叫鍾小平為 dog， 很明顯就是在向他釋放善意。結果你們居然逼着他道歉，出現這種程度的誤解，只能說台灣滿大街的英文補習機構都還是任重而道遠。我真的萬萬沒有想到，兩岸同胞號稱血濃於水，結果在語言和文化的溝通上，居然還需要我這樣一個白人直男兄弟會老外來給你們當翻譯。如果你也覺得台灣和中國大陸嚴重缺乏我這樣理性的雙語天才，請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和留言，甚至加入會員來資助本樂能夠早日全款包下一間錄音棚，為大家帶來更多理性的聲音。我是 MC 樂，我們下次再見 ，Peace。